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频道。说真的哈，到2025年 AI 真的是多到离谱。那么一年的话，可能冒出来几千个新工具，很多工具我们可能大家都还没有听过。那这么多的 AI 工具啊，很多朋友都可能已经眼花缭乱了，不知道该用哪个。那么到年底了哈，这儿呢给大家来总结一波，把采购的坑呐，和浪费的钱哈，全部换成一句话：哪些东西你可以直接用，哪些你根本就不用碰。那么我也发现了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在学习 AI 的时候啊，学着用着用着就卡住了。其实不是工具不行啊，是没有地方承载结果。现在想要写文章很容易，随便丢给哪个 AI 工具，比如说 ChatGPT 哈，你让它帮你写一篇文章，你要几千上万的字啊，都能马上帮你完成。我们写出来的文章放在哪里？我们生成的图片啊，生成的视频又放在哪里？那做了教程、案例、项目，怎么长期沉淀？这个时候，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网站啊。就比如说像哈佛这个网站一样啊，它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也可以放很多的文章。我们像我自己现在是有一个基本盘哈，微博加 AI 的组合。也就是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轻量级的网站。大家知道，其实是微博，它是一个建站工具哈，它可以啊，你直接在这里输入一句话，就让它帮你建一个网站。那么你有了网站之后呢，你可以持续的哈，再用 AI 给它持续的输血。实微博本质上不是多高深的东西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普通人也能快速搭建起来的个人网站或者内容站或者项目展示站的这样的一个工具。AI 呢，它负责干活，写文章啊，做页面的文案啊，生成配图啊，整理教程啊。实微博啊，它就负责承载，把这些东西变成长期的存在啊，能被搜索，能复用，能变现的一个资产。那你有了一个网站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域名，你随时可以把这个域名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说啊，当你的网站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呢，他会通过关键词搜索到你的网站。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后面讲的这些 AI 啊，不管是写作也好，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代码，最终都能落到一个能用、能存、能放大的地方，而不是用完就没了啊。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到最后啊，想找个图片，不知道在哪里啊，你没地方储存。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正式开始讲工具。那这些工具里面涵盖的范围很广哈，有文字，有图片，有视频，有音乐，有数字人，有AI 浏览器，还有编程，有知识库。那么大家只需要把这一批工具呢，给它用熟了啊。真的可以啊，不用天天追新品，照样也能把活干得漂亮，又快又稳。所有的工具链接哈，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跟着我来一起来看一下。首先说啊，文本类的 AI， 现在顶尖的几家呢，说实话价格都差不多哈，那怎么选？其实原则就一个，选最强、最全，还能一直强下去的啊，所以首选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Gemini， 首选就是 Gemini啊，它上下文超长，多模态，现在也是一哥啊，各种任务的一个跑分基本都在前排啊，所以最新的一个 Gemini 还有一个免费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它每天的费用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平均每天就只有0.67哈，0.67美元。那如果说你还不想付费的情况下来啊，就推荐大家使用 GPT 哈，大家知道它这里是有免费版本的，也有付费版本的哈，有升级的一个 Plus 版本，也有一个免费版啊。如果说你还没有 GPT， 视频下方有 GPT 的一个啊，那视频下方有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可以直接去购买。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小鱼儿目前用的也是一个免费版哈，它用起来还是很顺畅啊，不管让它生图也好，让它写文案脚本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还想要免费的平替，那么这儿呢我就推荐豆包，原因很简单哈，它其实也很全面，日常写东西、查资料，做到轻度的一个创作啊，它是完全够用的。还有开源这一块哈，有朋友会问，那为什么不选这个啊？Deep？其实 DeepSeek 其实好用归好用啊，不是它不强啊，而是它的模型尺寸偏大，很多人根本部署不了。那么 GPT 的话，你是完全可以把它安装在你的手机上面的，所以这个呢都是各有特点哈。如果说你要，那么这里呢，说实话，这个
加上这个 Zeek 再加一个 ChatGPT 啊，基本上就能解决90%以上的文本的一个需求，所以这个大家是不用纠结的。好，接下来呢是一个图像生成。其实今年图像整体呢它都很强哈。如果说其实要说的最强的，那么就是这个 Llama Pro 啊，它是一个原生多模态，那它的一致性好，编辑顺啊，质感稳，1块钱一张2K 的图啊，说实话除了价格你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啊。它可以看到人物的一致性啊，可以多次生成容易。那么如果说你用的是芥末奶2.5的这种哈，它是容易多次生成的话容易漂移啊。但是如果你用的是 Llama 啊，它就会五官比例风格一致性啊更可靠。那更多的如果说你不想出钱的情况下啊，还有极梦或者说这个 Leonardo， 那么这个极梦其实也非常不错哈，有国内版的有国外版的，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那这个 Leonardo 呢，它的一致性啊稍微差点哈，要不断的去尝试哈，并且它的积分的话，现在每天的积分有150积分啊，但是如果说你做图多的话，它是不够用的。那如果说你想要免费开源猛跑图，那现在的这个 Zmage 6B 的一个小模型啊，6G 的一个显存都能跑，那中文理解和画质感呢都还是不错。其实说到绘图，小鱼儿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Midjourney 的质感哈，它图片的一个清晰度哈，其实是很多都改变不了的啊。当然，如果说你要用它官方版本呢，一个月也要100多啊，这个要200-300的人民币哈，价格还是有点偏贵。如果说你想要便宜合租的话，那视频下方也有一个相关的链接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他的那其实 GPT 它也能生图啊，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也用 GPT 生成了很多图片啊。平时的封面图呢，我基本上是用 GPT 哈，让它帮我生成的。那其他的工具就不过多介绍哈，因为对普通用户来说，有的太贵啊，完全没必要。好，接下来呢来说这个视频生成，其实也比较难选哈。如果非要选一个，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 Veo 啊，可以看到它的图片一致性哈，从这个图片的侧面到图片的正面。这个视频生成的话，大家可以来考虑这个 Veo 3啊，它有口型同步，还有它的动作也比较自然啊。不管你是正经生产还是想整点花的都能用啊。缺点只有一个，就是它比较贵啊，5秒大概就需要14块啊。如果说你想要来视频生成的话，那还有2个工具呢，大家也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个Flickr AI 呢，你通过文本也能转视频啊，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是相关链接哈，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关于这个 Flickr 呢，小鱼儿之前也做过详细的教程，大家可以来到我的首页，在这个搜索框里面搜索一个 Flickr 啊，就能找到相关的详细教程啊。这里我也会把相关的教程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哈，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一下。那这个 Flickr 可以看到进来，它有想要生成视频的话，方法有很多种。第一，可以把你的想法变成视频；第二，可以把脚本变成视频；第三，可以用网址啊，轻松将文章网页转换为视频，也可以 PPT 转为视频。当然，它里面生成视频，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拍的视频，你也可以用它内部的一个素材。还有 Video 哈，InVideo 也算是目前比较强的一款视频生成工具啊，可以直接把你的想法变成视频啊，真的生成出来的视频呢，就有这种大片感的这种感觉哈，有这种电影级的这种感觉。而且目前你可以看到哈，有190个国家呢在使用这个 InVideo 啊，它的评分可以看到都是4.8的一个挺高的一个评分啊。如果说你平时有生成视频的需求啊，这2个 APP 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相关链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音频这块啊，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Minimax 啊，它便宜简单哈，效果稳定，1个月有2个小时的语音很够用。还有一款呢，也是老朋友哈，这个小鱼儿经常用到的，就是这个 Eleven Labs 也很好用，尤其是外语。如果说你的配音需要用外语，那么一定要用这个工具哈。之前也有出过一些教程哈，有兴趣大家去看哈，这是相关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不仅可以将你的文本转成语音，也可以把你的声音上传上去进行变声，还可以生成音效，还有一个也可以生成音乐哈，配音还可以语音转文字，还有音频还声包括一个声音克隆，这些可以克隆声音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配音设计。
这里面的声音哈，你想要什么样的声音就有什么样的声音哈，你可以直接这个声音里面来，在这里来进行过滤啊，你可以在这里去选择语言哈，哪个国家的语言看一下啊，基本上啊这种主流国家的语言都有，你想要什么口音哈，类别这些哈，质感你想要男生还是女生，年龄啊这些都可以看到，都有可以选择进行筛选啊，它这里面的声音真的太多了，有这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悬疑的哈，还有清晰的，还有这种温柔可信的，还有社交的有声读物的这种配音哈，那只有你想不到的，其他的它都有。那么音乐啊，这个 solo 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无脑选哈，第一次用的话，基本都会被它的完成度震撼到。它的会员就10刀哈，天天抽卡都够。免费版1天它也能出几首。那说到数字人这一块啊，其实今年没有什么改革性的变化哈，首选还是这个 Hizen， 它稳定省心啊，当然要收点费哈，但是确实是好用。那么说到 AI 浏览器这个领域啊，建议大家可以随便选一个先用啊，差距也没什么。我个人其实用的很多的国产的哈，就直接用豆包啊、夸克都行。大家其实用惯了这些 AI 浏览器之后，你真的会不太习惯那种啊什么都要去复制给 AI 的那种老浏览器。那编程这块的话，今年也是比较卷哈，首选这个 Cursor 啊，稳定、成熟、更新快。知识库的话，那我这儿只说一句哈 ，Roboc 哈。这个谁不用谁亏哈，免费的就已经强到离谱了，多材料啊，多资料，学习神器。那国内的话，如果说你想要替代它的话，你就直接用这个艾玛啊，30G 的免费空间，公众号收藏非常好用啊。最后来给大家说一句总结：如果你没时间天天去追新品，那就核心领域用首选。那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呢，你可以找一些替代啊，能省就省。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工具呢，它已经足够的覆盖95%的一个真实使用场景，那剩下5%的特殊需求啊，再针对性的去学习就行。小鱼儿其实平时用的最多的哈，就是一个 GPT 啊，还有一个 DeepSeek 啊，声音大部分会用这个 Eleven 啊，绘图啊，我基本上是用的。因为用的这个Midjourney啊，你其实真正平时用顺手了这几个工具了，你也不会去找一些其他的工具哈，也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跟随这些新品。好，小鱼儿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说你还对其他的AI 赚钱感兴趣哈，或者说想学习 AI 工具，那么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有任何问题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视频再见。